拜登眼红中国的影响力，突然宣布恢复这一举措，背后到底有何目的呢？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忠诚 Talk。近段时间以来由于欧洲安全危机的爆发，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受到了影响。拜登当局企图同时对付中俄两国的意图也已经愈发不加掩饰了。因此在近段时间除了在欧洲地区频频添油加火给俄罗斯添堵以外，拜登当局还在对华问题上呈现出越来越尖锐强硬的表态。在短期内拜登先后与印度总理莫迪、东盟峰会各国代表、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会面，而这一系列外交行为的背后都是在企图构建一个对华的战略包围圈。然而即便是如此美国依然不满足，又开始将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地。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拜登政府近期宣布将在索马里部署海军陆战队，整体的部署人员大概为500人的规模。其宣称的目的是从事当地军人的培训工作，提高效率，以应对恐怖组织活动。颇为有趣的地方在于就在特朗普卸任前，白宫才刚刚宣布从索马里撤出军事行动，如今才时隔1年多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在索马里的驻军。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对所谓的非洲反恐提不起太大兴趣。如今拜登将军队派遣到索马里，真的只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吗？很明显不太可能专家对此的分析认为拜登此举的目的主要有2个。一方面，由于目前欧洲安全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决定了西方国家无法继续获得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原油等。因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欧洲国家开始将目光对准了非洲和中东的丰富资源。美国在此时加强对非洲之角索马里的掌控，既有利于加大对非洲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加强对亚丁湾航道的干预能力，无形之间又给欧洲国家上了一道枷锁。而另一方面美国此举更是在挖中国的墙角。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非洲不断发展，同时在东非的基布提、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政治经济活动非常活跃。拜登既眼红中国的影响力，也担心中国影响力在非洲的不断扩张，因此才会重新恢复对索马里地区的部署，以期待对中国进行武力遏制。事实上，面对于美国方面可能的介入中国早就有所应对。一方面，早在前几年，中国就已经宣布在吉布提设立了军事后勤基地，为陆军、海军和维和部队提供关键的后勤保障。如果美国敢搞武力干扰中国的正常国际合作，那么该军事基地将会是应对美国的杀手锏。而另一方面，中国此前刚刚任命了非洲之角特使，访问了东非多个国家，提出了促进没有外部干涉的安全、发展和地区事务管理的倡议。目前这个倡议得到了多个非洲国家的响应。同时中方正积极筹办首届非洲之角和平会议。这一系列行为其实刚好就是对美国武力干涉东非地区、遏制中国的未雨绸缪一边是武力干预，增加冲突风险，一边是和平倡议，内部解决矛盾。相信东非国家心中都有一杆秤。而狡猾的拜登在面对早有应对的中国的未雨绸缪下，注定也只能是碰一鼻子灰。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